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视北上白鹿口碑反转，2个戏混子毁了整部剧，看1秒就出戏。央视开年大戏北上开播前可谓占尽天时地利，茅盾文学奖原著改编，专项资金加持，实力派戏骨云集，怎么看都该是预定今年度剧王的架势。可谁能想到，这部聚焦运河人家命运变迁的年代剧，硬生生被2个年轻演员拖入了口碑泥潭。播出10天，该剧的口碑极限反转，从最初的5星好评多到数不过来的1星差评，令人唏嘘。而被吐槽最多的，则是主演白鹿和欧豪。名导操刀难演叙事硬伤，姚晓峰导演这次玩了个双线并进的叙事把戏。运河边6户人家的市井画卷与北漂青年的奋斗史交织，本是个讨巧的设计。开篇长镜头里晾衣绳上飘动的粗布衣裳，青石板路上追逐的顽童，确实勾勒出90年代运河人家的鲜活肌理。可当镜头转向远处的高楼大厦时，那股子烟火气突然就散了架。群像戏最忌走马观花，偏偏这部剧犯了忌讳。饭桌上的家长里短本该是点睛之笔，结果生生拍成了流水账。6户人家20多口人，除了胡军饰演的船老大能让人记住他骂孩子时抱起的青筋，其他角色就像运河里打转的落叶，转着转着就没了踪影。要说这部剧完全没有亮点，那真是冤枉了剧组。韩浩林带着小演员们在运河里偷西瓜撒欢那段，活脱脱就是运河边野孩子的真实写照。胡军更是一人扛起半部戏，从训斥孩子时喷溅的唾沫星子，到深夜修船时佝偻的背影，把个倔强又柔软的运河汉子演得入木3分。可惜这些闪光点全被2位主演砸得粉碎。白鹿这次倒是豁得出去，顶着鸡窝头，穿着破汗衫就往镜头里冲。可惜用力过猛的表演，活生生把假小子演成了女版孙猴子，说话要扯着嗓子，走路要甩着膀子，连啃个西瓜都要瞪着眼睛呲着牙。好好的市井姑娘，硬是演出了舞台剧的夸张劲，真不是有点有力过猛了吗？要说选角迷惑行为，欧豪的出演绝对能进年度迷惑榜。33岁的人套着高中生校服，那画面就像硬把老树根塞进青花瓷瓶里。课堂上故作天真的歪头杀，操场上刻意笨拙的投篮姿势，看得人脚趾头能抠出半亩运河滩。最要命的是和白鹿的对手戏，一个在咆哮式演法里狂奔，一个在面瘫式表演里定格，这哪是谈恋爱，分明是跨服聊天。不是说年轻演员不能演年代戏，隔壁人世间里的雷佳音不也把周秉昆从青年演到中年？问题出在演员和角色的错位感。白鹿的都市丽人气质与运河姑娘的野性生命力隔着10万8千里，欧豪的硬汉形象和青涩学生之间差着20年沧桑。这种违和感，多少演技都填不平。这部剧最大的遗憾是浪费了绝佳的时代命题。90年代北漂大潮里的迷茫与阵痛，运河人家面对拆迁的纠结与守望，随便哪个点深挖下去都是好文章。可编剧偏偏沉迷于撒狗血，男女主偶遇必下雨，误会必摔跤，和好必转圈圈。那些强行插入的心灵鸡汤，活像在运河水里兑了半斤鸡精。说到底，这部剧的败笔折射出当下影视圈的畸形生态。明明有更适合的新人演员，偏要请流量明星来扛收视。白鹿欧豪的粉丝数是好看，可当他们和萨日娜对戏时，那种演技断层简直惨不忍睹。资本方算准了数据报表，却算不准观众手里的遥控器。这不是演员个人的锅。当制作方把选角当成流量游戏，
再敬业的演员也架不住角色错配。就像让芭蕾舞者去跳广场舞，再优美的天鹅颈也扭不出是警卫。白鹿在都市剧里的灵动自然，到了年代剧里全成了刻意做作，这种割裂感，剧组当真看不出来。北上的尴尬处境，给所有年代剧创作者敲响警钟。服化道可以复原，运河可以实景拍摄，唯独那份真实的生活质感，不是靠砸钱就能堆出来的。当老戏骨们在认真塑造角色，年轻演员却在表演如何表演，这种撕裂感足以毁掉整部剧的根基。观众要的不是虚假的情怀贩卖，而是能触摸到时代脉搏的真实故事。看看《大江大河》里王凯怎么演活农村青年，再看看《父母爱情》里梅婷如何诠释资本小姐的蜕变。好演员遇上对的角色，就像种子找到合适的土壤，自会生根发芽。北上像面照妖镜，照出了影视圈急功近利的病灶。当我们哀叹好剧难求时，是否也该反思，到底是被流量绑架的选角策略更可怕，还是观众日益挑剔的审美更无情？2. 收视率获胜却口碑失利，央视此次投资失误，留下3大遗憾让人心痛。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许多流量演员也开始想涉足年代剧领域了。最近这类演员不断增多，连央视大力推荐的北上也没例外。一开始得知这部优质电视剧能被央视大力推荐时，大家纷纷认为，无论是演员的阵容还是剧情发展，这部剧都不会差到哪去。看完前面几集后，大家才意识到自己的期待被狠狠打压，原本以为的年代剧，实际上却让人觉得名不副实。原著粉在看剧的时候，也觉得改编的真是离谱，简直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随着吐槽声的高涨，主演们也成了众人批评的焦点。观众真是不解，为什么那些优秀的老演员偏偏只能当配角呢？那么北上到底存在哪些槽点呢？这部年代剧又让观众失望的地方有哪些呢？起初以为北上一出来，六姊妹就会被狠狠的打击，结果看完北上里的演员表现和剧情走向后，大家才意识到六姊妹真心算是一部优秀的年代剧呢。在这2部剧还没做对比之前，许多人其实挺难接受六姊妹，觉得里面的剧情发展实在是太夸张了。老大被老六折磨成这样，没想到在老六生病的时候，老大居然能够全部抛开过去，甚至还把自己的骨髓捐了出来，然后一家人就这样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这让人觉得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年代剧确实有点不太贴近生活。没想到北上一播出，大家直接就把之前对六姊妹的吐槽抛到脑后了。看完北上这部剧现在的口碑，感觉它已经是走上了高开低走的路子。这部剧还没开播时，口碑真的是相当不错，各方面都颇具优势。首先，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得到了央视的鼎力支持，大家普遍认为这部剧肯定会非常精彩。其次，这部剧的年代剧风格，让不少观众在观看时有了独特的怀旧感。通过这种方式，确实能增强吸引力，推动收视率的提升。第3点也相当关键，这部剧的原著小说可谓是非常有分量，之前还拿过茅盾文学奖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原著的粉丝都想借着这部剧来好好体验一下这个作品的精彩之处。演员阵容和导演的实力也是关键因素，这部剧里的演员们让不少人相信这部剧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像胡军、李乃文这样的演员默默加分。导演的实力那更是毋庸置疑，姚晓峰之前可是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恋爱先生》和《追风者》等等。有了这么多的优势，许多观众都确信这部剧未来肯定会是年代剧中的翘楚。可是真正看过之后，大家才发现，这部剧的原著小说可谓是非常有分量，之前还拿过茅盾文学奖呢。
之前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才刚开播没多久，口碑就像过山车一样频频下滑。不少人根本没料到导演会将女主角的角色安排给白鹿。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白鹿基本上都是在古装剧里拼杀，她在这一领域的表现确实相当出色。不过，隔行如隔山，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不少优秀的演员其实都有点怕踏入年代剧这一塌天坑，生怕一不小心就把之前的努力给搭进去了。白鹿对自己的实力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呢？咱们都知道，这部剧里的配角可都是一群稳稳的老戏骨，这样的局面无疑会给他增加不少压力，但他却好像丝毫不怕这些挑战，一下子就把这部优秀年代剧的女主角色给收入囊中了。在这部剧里，白鹿要演的是一个假小子夏凤华，这样的角色得找个看起来活泼开朗的女星来演绎才行。不过，白鹿在形象上其实并没有太多优势。为了不让观众在看剧时出戏，导演直接给白鹿安排了个假小子的发型，就希望能这样糊弄过去。不过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又随之出现了，那就是他30岁的年龄跑去扮演高中生，就算是再怎么显嫩，也会让人觉得有些许的突兀。于是，导演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脸抹黑，觉得这样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了。其实，观众在看时，反而觉得这根本就不符合高中生的样子了。这么一搞，不仅形象塑造的不咋地，还让人觉得特别不搭。要是白鹿真想改变观众对他这个角色的看法，那他就得好好展示一下他的演技。只要能用实力打动观众，大家一定不会再纠结之前那些事儿了。可他在演出时，演技却遭到不少人的吐槽，给人一种使劲过头的印象。能看得出他下了不少功夫，想给大家传达出自己是个假小子的形象。不过有时太过于用力，反而让一些动作让观众觉得不太舒服。谁说扮演假小子就得挤眉弄眼、摇头晃脑呢？这么一搞，不仅看不出他的演技，反而让人觉得这简直是在无能的疯狂发泄啊！不少观众对白鹿的演技表示不太满意，觉得这实在是对饰演小夏凤华的演员的一种辜负，算是这部剧的第一个遗憾了。有观众对李洛伊的表演表示不太满意，认为这对她饰演的小夏凤华来说有点冤，成了这部剧第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虽然年纪还小，但她在演这个假小子的角色时，反而让人觉得特别真实。她说话的时候完全不会让人感觉到用力过猛，而且逻辑特别清楚。你看这两者一对比，就能发现白鹿出道这么多年，竟然在这方面还不如一个小孩，真让人怀疑她是不是觉得特别尴尬呢？女主的演技确实让人有点担心，男主欧豪的表现同样没能赢得大家的喜爱。欧豪在这部剧中有一些让人不满意的表现，观众提到他的情绪表达和角色的深度都显得比较单薄，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有点生硬。此外，某些镜头中的神情也让人觉得不够自然，缺乏代入感，基本上都是在面瘫状态，让观众觉得不够投入。就这样一来，观众的吐槽声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欧豪在这部电视剧里演男主，看来他是想转型发展啊。自从他加入这部年代剧，就能看出他对角色的选择有些新变化，希望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所突破。早些年他一直在军旅剧上摸索，现在却把方向转向年代剧，看来是想往新领域发展，这想法还是蛮不错的。不过呀，他的演技似乎没那么被大家认可，很多观众看了之后都觉得他的演技好像跟年代剧这块不太搭。剧情的发展让人难以信服，比如男主在课堂上和同学闲聊，老师居然除了没制止，还说那你就继续说吧，这让人有点懵。按理说，
要是课堂上真有学生被老师这么指责，肯定能意识到老师那是阴阳怪气，马上就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可是欧豪饰演的男主却完全没察觉到这一点，得知老师要他发言时，居然还真的跑去说了，甚至在讲的时候还直接站在了椅子上。接下来他所说的话给人一种装聪明的印象，老师不仅没有打断他，反而还给了他一种主角光环，让他继续说个不停。旁边白鹿饰演的女主听到他的那番话后，立马变成了小迷妹。这种情况真的是符合现实的吗？谁的高中生活会这么轻松？这对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来说，真的是公平吗？在高中这样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哪位老师会把宝贵的课堂时间用在那些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身上呢？这真是有点不切实际了。本以为离谱的情节到这就可以结束了，结果没想到后来越来越过分。接下来老师竟然还让他到黑板上去指点江山了。只能说，这种脱离实际的剧情设定真的是让不少观众难以忍受，觉得简直是在侮辱大家的智商。这么棒的角色设定，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却被离谱的剧情给搞坏了，真是观众心中的第二大遗憾啊！除了这俩人的演技让人忍不住吐槽，还有网友觉得这部剧改编的简直有点过分啊！原著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20世纪的清朝末期，情节围绕着运河旁边的事情展开。没想到这部剧竟然把时间线给改了，结果还大幅度扩展了情节，这让不少原著粉心里都觉得挺失落的，也因此留下了第三个遗憾。这部剧挺有意思的，剧情紧凑，角色也很吸引人，让人想继续追下去。不过嘛，个人口味不同，有人喜欢，有人觉得还有提升空间。这部剧就是最好的例子，与角色相互成就，才能让观众信服，也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好剧。